兄弟们、姐妹们，来挑战了啊！有个朋友是这样说的：阿伟啊，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住了一个公寓，但公寓里面呢，没有像我这种燃气，也没有配备什么电磁炉，它就只有一个电饭煲，到底能不能做饭？我告诉你，能啊！这期我就给你安排6道电饭煲美食。我们在外刚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首先呢，一定要吃点肉啊。今天先给你做一个酱大骨。首先呢，这酱大骨呢，我们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买骨头呢，一定要选这种肉特别多的哈，有些骨头呢它比较光，其实没什么肉了。正常呢，我们这个骨头呢一定要焯一下水，但是要考虑到你上班，甚至呢你又没锅都没有，怎么办呢？教大家一个方式啊，这个呢直接泡在一个盆子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你晚上回来，基本上它的血水就泡出来，你就接着可以拿着骨头直接来做了。兄弟们啊，现在我给它加速了啊，现在你就当是晚上了啊，当现在是晚上，我们开始做这个酱大骨。最后再给它冲洗一下，漂好水的骨头放在锅中。这个我们开始调味哈，先放入2勺的这个黄豆酱，来1勺的这个猪火酱。这个猪火酱你买不到呢，就直接加黄豆酱就好了。2块火锅料，姜片和葱段啊，来3片香叶，1小段的桂皮，3个小八角，这个很碎的这个叫小茴香哈，小茴香来一点点，干的胡椒粒，干辣椒节，啤酒加普通啤酒就好了哈。接下来我们放点可乐，可乐呢可以让这个肉呢更有颜色一些，给它上点颜色啊。如果你没炒糖色的话，就可以加可乐来代替。稍微再做个调味，给点盐，来点生抽，再来点蚝油。这时候一定要加点这个老抽，稍微给它搅拌均匀一下。它煮熟之后就会缩下去，你加水的时候就你的水不要超过这个电饭锅啊，不然的话很不安全的。这个酱大骨呢，我们用电饭锅来煮个120分钟。好，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哇，好，接下来锅里的汁水啊，我们给它过滤一下，直接浇到骨头上面。这个汁水泡饭也是非常不错的。我给大家说啊，这个果油是很好吃的哦。有吸管的话可以用吸管吸，没有的像我这样弄个筷子掏一下，再用嘴吸。哇，太巴适了！第一个酱大骨还吃不过瘾的话，再给你安排个红烧肉啊。好，这种买这种3鲜五花肉，现在改刀，这个直接改成块儿，先切成条。那这种肉你要选这种3层肉，你看它有肥有瘦，就是别选太瘦的，太瘦的话弄出来非常的柴。好，这个肉呢，我们直接改成这么大的块儿就好了。正常的这个肉呢，我们切成块之后，稍微给它焯焯水或者多洗一下，包括这个皮啊，都可以用那个火枪或者锅给它炙一下，就更好吃一些。在你的家里面，如果你又没有锅是吧，也没有这种燃气，就直接给它清洗干净就好了。一定要多洗一下，把这个血水给它洗一下。接下来在这个锅里呢，放点葱和这个姜片打底，把葱铺在下面给它打底。接下来把这个肉呢放在上面，这个水稍微要沥干一下。这里呢是3片的香叶哈，2个八角和1小块的这种桂皮，鹌鹑蛋提前煮熟的鹌鹑蛋。这个呢我们稍微给它加点花雕酒。接下来我们这个呢不用炒糖色，没有锅呢就可以教大家一个方式，可以加可乐，可乐它是焦化过的。如果你没有花雕，其实你可以加啤酒，或者再啤酒也没有，你就加水就好了。但是可乐你一定要加，别告诉我你可乐都没有，没有我就送给你。好，我们加少许的这种蚝油、生抽，且生抽啊和蚝油它是提鲜的，一点点的老抽，把这个白胡椒粉给它弄一点进去，少许的盐。这里还想辅助，待会儿要好的10分钟前我们给它放进去。这个红烧肉呢，你焖个60分钟，你自己再看一下。这个肉软糯之后呢，最后10分钟我们将这个腐竹放进去，一起再包一下。这个时候把这个香料和这个葱给它雕出来。好，腐竹呢我们放到里面一起给它烧一下，腐竹它可以吸收多余的油脂，给它稍微搅一下哈，我们一起给它收一会儿，再烧个10分钟，尽量把这个汁水给它收干一点。好，时间到了，我们现在给它挖出来，尽量用这种木勺或者是那种硅胶勺去挖，汁水收干一点。好，出锅，稍微给它撒点葱花。第3道教大家用电饭煲做一个叉烧肉，梅花肉给它片开，片薄一点，尽量选用梅花肉或者是用3鲜五花肉来做啊。用梅花肉呢，它的肥瘦呢比较均匀一些哈。这个肉如果你太瘦其实不好吃的。最次也要选用3鲜五花肉来做。片开之后呢，接着我们用冷水给它清洗干净啊。接下来我们腌一下这个梅花肉，给少许的盐，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点啊。姜葱，这个的腐乳呢可以加1小块在里面。接着来点白胡椒粉。
还有这个广东米酒、生抽，再来点老抽。这个是瓶装的一个叉烧酱，我们舀个4勺进去。这个呢，就是早上你可以出门之前直接把它腌制在这儿，到时候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就直接放在电饭锅里就好了。如果你做的比较急，就可以放在旁边腌制个1个小时到2个小时都可以。好，兄弟们、姐妹们，现在假装1个小时到了啊。这个电饭锅呢，你一定要给点油啊，因为有时候呢，它还是容易粘的啊，特别是这种水比较少的肉。一样的哈，我们垫点姜片和葱在下面。这个汁水呢可不要倒掉哈，全部给它搞到这里面一起来。你看着它很干，它待会儿其实加热的话，它肉里面的水分它自然就会出来。叉烧肉呢，直接放到电饭锅中1个小时。好，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顺便改一下刀。好，这个汤汁基本上也收干了哈，非常的不错。改刀以前，我们把这个多的姜葱给它雕干净。第4道呢，我们来做一个盐焗鸡腿。这个菜呢其实比较简单一些，你可以选用整只鸡或者是这种鸡腿都可以。白胡椒粉，一点花雕酒，来点姜葱。这个叫盐焗鸡粉，你可以去买得到的，超市都有卖的。表面一定给它揉均匀，都给它抹上这个盐焗鸡粉。这个粉呢它是有味道的，就是它味道都是调好的，你直接给它码在鸡上面就好了。好，给它拌匀之后，我们稍微给它腌制个半个小时。这个也非常方便，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给它腌制好，放在冰箱里面，你下班回去直接放在电饭锅中就可以出来。好，这步呢，我们在电饭锅中呢放少许的干葱油，就你没有这个油呢，其实你可以用其他的普通的菜油或者大豆油、花生油来代替也好。干葱呢它会更香一些，铺上这个葱、姜，把这个鸡腿均匀的摆放到上面。这个盐焗鸡腿呢，我们放进去之后呢，1个小时。好，时间到了，我们给它夹出来。第5道来做个人人都喜欢吃的可乐鸡翅。清洗过的鸡翅要把水分给它吸干。这个呢，其实如果你腌的时间比较够的话，其实是不用去改刀的。改刀的话，其实这个皮它是容易烂的。我这里还是买了2袋的冻鸡翅，这也不是什么鲜鸡翅，先给大家说一下哈，也就20-30块钱。把倒了个水给它吸一下，给少许的盐。好，来点这个白胡椒粉，来点花雕、姜片和这个葱段。柠檬呢，稍微给它来个2-3片哈。这个柠檬呢，一定要把这个就是里面的籽也给它去干净。如果你不去的话，待会儿我们拿在锅里去烧的时候或者烤的时候，它是苦的哈。再来少许的生抽，稍微再加点老抽。好，基本上这个就腌制好。你可以拿个密封袋给它装起来，放在冰箱里面，1个小时就好了。好，这个鸡翅腌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电饭锅中呢，倒上少许的油。这个姜片放几片，再垫上这个柠檬，目的是为了防止它粘锅。现在把这个鸡翅呢，给它摆放在里面，但是记住啊，这个肉向下，皮向上。最后我们再放上这个可乐，可乐一定要淹没过这个鸡翅啊。可乐鸡翅呢，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呢，3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了。好，最后10分钟呢，我们听到它里面已经啵啵啵的响，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一定要把盖打开收汁儿，汁水给它收的浓郁一点，我们就开始装盘。最后一道呢，我们做一个电饭煲版本的番茄炖牛腩。番茄呢，给它划个十字刀，划个口子，我们用开水给它一烫一下。这个呢，家里的热水壶，你直接烧锅水啊，给它烫一下就好，烫个2分钟就可以把皮给它去下来，拿出来把这皮给它撕掉。这个番茄呢，我们一定要把这梗给它去一下，因为梗它是比较硬的哈，一定给它切掉，这个切掉。好，直接给它改成块儿，块儿不要太小，因为我们是在锅里面炖的，炖的块儿呢，它会切大一点。接下来改刀改一下这个牛腩，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牛腩。像这种就叫牛腩，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牛身上的五花肉。经常大家都在说，为什么我做出来的牛腩比较的柴啊，嚼不动啊？嚼不动可能是你的时间不够，如果是柴的话，应该是你的牛肉不够肥。在炖牛肉的时候，尽量选用牛腩，它肥瘦比较均匀一些。如果你选用什么牛腱肉啊，然后牛胸肉啊这一种太瘦了就不行啊。这个牛腩呢，如果你家里面有时候你做的话，你只有电饭煲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泡一下，把这个血水给它泡出来。出门之前用冷水给它浸泡住，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到你晚上下班回家，其实它的血水就会被浸泡出来了。葱段和姜片来一点，牛肉呢直接给它放进去，洋葱。番茄呢，我们先放个2/3的样子，留到1/3。最后我们放那个土豆和番茄，再来一点番茄，给少许的盐，白胡椒粉，蚝油
蚝油它是提鲜的，我们再来点这个生抽。现在的番茄其实番茄味会比较的没那么浓，就加点番茄膏给它补助一下。番茄膏给大家说，这个东西是生的，就是它不能直接吃，它不同于番茄沙司，番茄沙司可以直接吃，这番茄膏的话一定要加热或者是炒制啊。好，接着再放点香料啊，桂皮、香叶和2块八角。我们稍微再给点食用油，这个油啊你可以加你家的大豆油或者是花生油都可以哈。3碗水，好，加3碗清水，放进去慢慢炖，要搅拌均匀。番茄炖牛来了，我们先炖个70分钟，再来看这个它的熟度。最后20分钟呢，我们把这个切好的土豆块和番茄块直接放入电饭锅中。为什么要最后一下子翻起来？这样的话，你最后呢还有番茄块的成型块，因为最早放的呢，其实它已经都被炖融掉了哈。时间到，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真香啊！姜葱给它雕出来，接着开始装盘。好，最后我们放2根香菜。好，兄弟们姐妹，又到了这个赏味的时刻。现在呢，暂时没有米饭，有米饭泡这个汤才好吃啊。我现在只能先吃点这个牛腩和这个土豆块了。哇，有点烫，吹一下。入口之后呢，首先你感觉这个牛肉非常的软烂，其次呢，它有种番茄这种果胶酸酸的感觉，再配上这个土豆啊，沙沙的，啊，这个汤汁拿来泡2碗饭都没有问题。这些就用电饭锅给它做了6个菜，因为我用的是普通的电饭锅，可能你家里面用电饭锅有可能是带压力的，但是你的时间呢可能做出来就不一样，你一定要看一下啊。希望这一期呢给那些没有燃气灶也没电视的朋友们一些参考和一些帮助。我是阿伟，请关注我，雕的马偶像。